何风，你现在综合实力已经达到战神巅峰，没必要留在精英训练营。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留在红宁基地室，进入特别行动组，将来可申请当训练营老师；二，外派去其他基地室，担任监察使。我希望能回江南基地室，担任监察使一职。监察使是一个基地室的极限武馆所有成员中的最高职位。你要成为监察使，还需满足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获得高等战神称号。是。罗峰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是？你好，我是极限武馆内部联络员。是你，先生。是的，我是极限武馆总部的 AI 仿生人。您购买的智能战机已经备好，请随我来。这就是我的智能战机。罗峰先生，因为您没有使用过这架战机，所以一开始会有一个系统认定过程。认证完成。您好，主人，我是本战机智能系统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我现在给你命名，就叫1号。是，主人。这是极限武馆留给主人的箱子。黑神套装和盾天梭就在这里了。精神念是基础的秘籍，还要到虚拟空间才能学习，真是谨慎。出发，去精英训练营。
如果不看说明书，真没办法想象，这就是黑神套装。黑神套装形体各异，或以手套出现，或是衣帽、裤子，乃至于戒指都有可能。使用方法倒很简单。只要穿在人身上，就会自动渗透皮肤，吸收鲜血。吸收部分鲜血后，黑神套装就会变得跟人身体非常的契合，宛如皮肤一样，切莫心随意动。成了。变化。这天速太强了，速度是我过去的2倍还多，极限飞行速度超过了1300米每秒。就算是超越战神，也极难靠飞行突破1000米的关口。资格做我的对手。放射光线吗？在我的遁天梭面前还差点意思。
黑神套装，防御力果然强的变态。按照说明，任天宗每一枚刀片威力都不小，非常适合近身面试。看来此话不假。九重雷动，第4重。盾天梭可分解为365枚刀片，可惜我只能控制其中6枚进行攻击。要是能学到增加控制数量的技巧，就能更快击杀科莫多暴龙了。怪兽材料齐了，去获取高等战神称号吧。罗峰先生，根据金刚猿和科摩多暴龙的价值，你一共可以获得200亿韩夏币，以及1000万贡献点。恭喜你完成等级认证，200亿韩夏币也汇到你的武者专属账号，贡献值也升到4星级了。另外，我已帮你提交加入战神宫的申请，通过后，战神宫会将专属的意识感应头盔送来，请稍后。罗峰先生，让您久等了。这就是意识感应头盔。是的，有了它，就可以在地球上任何一处直接进入虚拟空间。罗峰先生，欢迎你加入战神宫。战神宫成员会拥有诸多权限，同时也会带来更重的责任。还没等师兄师姐回来，就到了该离开的时候。回家前，先告个别吧。你就要毕业了？这么快？是的，馆主说我已经不用留在训练营了。馆主这样说，肯定有他的道理，但这和你趁机开溜是两码事儿。你连我们最后一面都不见，就想靠一通电话打发我们吗？师姐别生气，等有空我请大家吃大餐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！我会专门请厨师给师姐准备你们苏城的名菜。你没能加入军方真是太可惜了。不过有你在，以后要是有江南基地式的防卫任务，我们也可以安心不少。等大家毕业，我们战神宫再去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我已毕业，即将动身回到江南基地时，愿你也能坚守本心，在未来走得更远。保重。入营半年，就先我一步毕业。罗峰，你果然是个碍眼的存在啊！太好了，罗峰一走，我们又可以在训练营里扬眉吐气了。大家再见了。战神宫，我来了。来通知了，
不知道新任监察使会是罗峰，实力评价无敌战神，才半年时间，提升竟如此迅速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之前听吴通说，罗监察使今天就到。那我们尽快动身。以后回家。已经能做900公斤的卧推了，不错。据悉，江南基地市极限武馆的新任监察使名为罗峰，曾在9头蛇龙袭击事件中身处一线保卫基地室，仅以半年时间便从精英训练营学成归来。咱们火车小队出来的人，就是不一样。监察使，阿峰当上监察使了。瞧你乐的！据悉，江南基地市极限武馆的新任监察使名为罗峰，曾在9头蛇龙袭击事件中身处一线保卫基地室，仅以半年时间。以他的地位，要是还惦记着当时的仇，我岂不是完了？小心，你就去和孙超见一面吧。他父亲是战神，他对亚美利家的生意也算上心。罗峰虽然潜力不错，但难保没有更好的。多几个备选是为家族考虑，也是为……据悉，江南基地市极限武馆的新任监察使名为罗峰，曾在9头蛇龙袭击事件中身处一线保卫基地室，仅以半年时间便从精英训练营学成归来。我早就看出来这小子不简单了，果然没让我失望。你看，即将抵达目的地。爸妈、阿华，还有巫术他们，这么多人在。来了那么多武馆的领导，小峰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？是出事了，不过是好事。我们都是来迎接罗峰，担任监察使的。啊，监察使是多大的官啊？就是领导的领导。完全正确。监察使是我们江南基地市极限武馆的一把手。师哥回来了。王气这种战绩，在极限武馆中，只有极少数高层才能拥有。小峰，见过监察使。各位都是我的前辈，不用这么客气啊。历届监察使上任都比较简朴，我们这点排场，算是为罗监察使举办的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了。当初我们也算是无心插柳，但罗监察使的每一步成长，都令人惊讶。如今年仅19岁就成为监察使，我不禁感叹，还好当初没有看漏啊！多亏周会长、诸葛主管还有巫术提携，我才能顺利走到今天。罗监察使，从今天起，您就是我们武馆在江南基地市的最高负责人。以后基地市所有武馆乃至民众的安危，就交给您了。若有需要，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成员，随您调遣。好，江教官，
您嘱咐过，要保护好我们的家园。如今我从训练营学成回来，这样的话，是否有资格完成这个嘱托了呢？我一定会保护大家，不负江教官所托。放心，我们皮糙肉厚，经得起折腾。只要罗监察使愿意，我们一直都在。吴叔，如果罗监察使能够保持这样的决心，我相信整个江南基地市都会以你为傲。监察使的具体职责陈述，前任刘监察使的工作日志，还有各城各区蓟县武馆提交的报告，总体文字量实在可怕。都11点了，还剩最后2封邮件没看。欢迎晚宴是应承，不算大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寻找离散家属的工作。由于大涅槃时期社会动荡，大量民众与亲人失散，我们需要与政府部门密切配合，仔细调查。爸妈也都是从大涅槃时期过来的，他们都和家里人失散，成了孤儿。作为监察使也好，子女也好，这项寻找离散家属的工作，我一定要认真去做。工作告一段落，总算能试试战神宫的意识感应头盔了。凭借它，就能进入战神宫虚拟空间，全球战神汇聚之地，武者的圣殿，究竟是怎样的存在？就让我见识一下吧。罗峰当了监察使，他凭什么？这精英训练营的名额本该是阿威的，结果被拿去当成他晋升的跳板。如果没有罗峰，阿威他现在至少能在训练营。不，我只要他好好的。这些天，我想来想去，只有请超越战神级的强者出山，才有把握杀死罗峰。像是法尔，罗峰不也从他手底下逃了？有一位从大涅槃时期就与我一同闯荡的前辈，是真正的过命交情，他的实力能进世界前10，比法尔更高。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把他和我们绑到同一辆战车上。欢迎你，罗峰战神。这是你在战神宫的私有房间，除你本人外，没有人可以进入你的房间。不愧是战神宫，简直就像是仙境。在你的书库中有2本书籍，可以随时进行翻阅。战神宫条例和精神念师基础，
这本价值3星阵，比王级智能战机还贵的秘籍，让我来看看它究竟有什么不得了的东西。打开精神念池基础。精神念力源于人的精神、灵魂，只有在人的肉体中才能孕育。精神念力可虚可实，实即可蕴含惊人巨力，隔空控物，杀敌于百里之外；虚可悄无声息，渗透入人心里，杀敌于无声无息中。精神念师的攻击手段主要分成3种。详细介绍隔空控物杀敌。主修控物的精神念师，主要在于技巧的掌控，即同时控制多把兵器，并且保持最强攻击力。这是一名中等战神级精神念师所能达到的攻击水平。20把，目前我控制6把飞刀已是极限，这还不能保持维持最高攻击力。修炼了数十年的幻魔卡特兰，也只能达到9把匕首的境界。地球上能控制超过10把飞刀的精神念师，都不超过1只手。依主人你的最高攻击力50万攻击冲击力计算，控制20把飞刀，每把达到最高值，威力可达到1000万公斤。天哪！即便是超越战神的存在，恐怕也挡不住吧。我记得我的遁天梭是由365枚刀片组成的，如果我能完全掌控的话，所产生的冲击力简直无法想象。不过如何修炼倒是个问题。在精神念师基础中，是否有专门训练这种技巧的秘籍？有的，这就为你调出。这简直森罗万象，其中蕴含了无穷的奥妙。主人，这就是其中的附属秘籍，名为《天神图录》。看来之后有必要花时间好好研究一下了。这精神念师基础是珍贵，不过时候不早了，该去看看其他战神了。主人，战神宫条例记载，战神宫是由红和雷神共同创建的，而在这其中，只有超越战神的存在，才有资格成为战神宫元老院的长老。目前，元老院有5大元老，52位长老。看来这5人便是现在地球上最强的5位强者。小秃鹫，怎么回事啊？什么事能让你哭啊？前辈，我的儿子被一个叫罗峰的年轻人杀了，我想为我儿子报仇。只恨我力耀无能，这罗峰已经是无敌战神的实力，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可是我的儿子，我力耀父母早亡，那是我唯一的儿子。我恳请前辈出手击杀这罗峰，我愿今生今世给前辈为奴为仆来报答。你我也有段交情，但是这忙我没法帮你。你也知道这罗峰什么来历？因为红。是。想当年，你我一块征战沙场，我虽先一步突破战神，但你的潜质我也是相当清楚的。假以时日，你也能有机会触碰到那个层次的。但你可知道，杀了罗峰，就得面临红的怒火。可即便如此，你们还是想杀了他，不惜一死。是。我说的可不单单是你。到时我会与他离婚，避免牵连。要，这绝对不行。这可不是你能说了算的。小秃鹫，突破战神谈何容易？想要尽快突破，需要付出的代价，你可要想清楚。能帮你的就这些了，希望下次还能再见到你。
小秃鹫。